有调查指出，主管其实都在偷偷观察员工的办公桌。办公桌的模样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与组织能力，同时也会影响行为与决策。大家敲碗的办公室收纳法，今天就让蛙家来跟你分享吧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今天的办公室收纳，我们参考了专注力 UP 5分钟居家办公整理术的内容，里面有5大章节与37个收纳技巧，是一本很实用的书哦。这是我们今天要改造的办公桌。桌面上虽然有利用收纳品进行整理，但还是有太多东西散落在各处，整体视觉上显得很凌乱。台面上摆满了公仔，乍看之下是个很温馨疗愈的地方，但仔细一看，可以发现其实公仔上都沾满了灰尘。再看看抽屉，虽然有用小纸盒分类，但颜色五花八门的，看起来就很杂乱。现在就一起动手拯救它吧。首先要做的是将桌面清空，整理的同时，我们将物品分类成有用、没用、备用3种类型。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更快速决定东西要不要留下来。有些人很会藏东西，你看，萤幕后面竟然还有收纳盒，想必是放到自己都忘掉了吧。接下来我们要再针对有用物品进行细分，把它们分成常用与不常用2种。这个步骤很重要，会决定哪些东西该摆出来。东西差不多都分类完了，可以发现备用品跟没有在使用的东西还蛮多的。这些可以选择带回家，或是放到公用区转让给需要的人。办公桌收纳的断舍离，断是断开不需要的物品，舍是舍弃多余重复的用品。有追剧的人应该听过28定律，但你知道桌面收纳也有28原则吗？保留桌面上80%的空白，只放上常用的物品。拥有一个干净利落的办公环境，也会让工作效率提升哦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规划几个摆放物品的空间，以人为中心，分为中间、左边、右边、前方隔板以及作业区。中间为办公最重要的区域，用来放置电脑萤幕及键盘滑鼠。作业区是指人的正前方，这块要保持干净，不要堆放东西，避免工作时受到干扰，导致办事效率降低。空间规划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收纳重头戏了。准备好收纳盒架，让我们开始动手吧。首先以人为中心，把办公时不可或缺的萤幕以及滑鼠键盘放在正中间定位。以右撇子为例，我们把电话放在左边，利用一个亚克力架垫高，下方放入便条纸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在接电话的同时，右手也可以拿笔做记录。右前方的隔板位置，我们添置一面薄型洞洞板，搭配专用的隔板底座，简单锁好就可以直接放在桌面上。添购一个层架，把原本成堆的公仔改用轮流展示的方式摆放。如果怕公仔容易掉，可以用这种美工粘土辅助固定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不同的专用配件可以选购，例如这个可以摆放比较常用的笔类或文具，像是原子笔、自动笔、美工刀、订书机等等。也可以选择这种挂钩配件，把钥匙、耳机挂起来，就不怕乱放找不到咯。洞洞板上也可以增设一个留言区，当同事间有事务需要交办或提醒时，就可以利用醒目的便条纸作为沟通管道之一。在比较顺手的右侧，我们放上常用的保温杯与记事本。整理时，你可能会发现，像是笔记本、杯子等东西不只拥有一样，但每一本都有各自用途，要丢掉也不对。蛙家建议可以替换成可抽换内页的笔记本，
并利用这种透明隔板进行分类。一本笔记本就可以同时记录很多事情了。如果你需要记录待办事项，建议利用使用过的 A4 纸，将纸张裁成4等份，每天下班前丢掉，就不会留一堆纸在身上了。说到这里，蛙家要介绍你几款桌面收纳小物。第一款是大创的碗盘架，可以利用拿来收纳笔记本、计算机等常用的东西。直立摆放整齐，看起来很疗愈，拿取也很方便。第二款是强力磁铁，如果你也有这种30公分的铁尺，可以利用强力磁铁吸附在办公桌隔板或洞洞板上，收纳不占空间又好取用，推荐给大家。第三款是迷你斜取式收纳盒，在虾皮都可以买到，也有可爱的颜色。斜取式设计，掀盖就可以拿到里面的东西，拿来收纳订书机、拔钉器，大小也很刚好。第四款是桌下抽屉式收纳盒，如果不想在桌面上放置太多收纳盒，不妨试试看这个，只要撕开背胶，粘在桌面下就完成了，可以轻易制造出抽屉空间，收纳日常文具。第5样是无印良品的碎纸机，小小一台，很好收纳，入口尺寸是 A6 大小，一次可以碎2张纸的厚度，等于1张 A4 纸对折。实际测试不难转，适合偶尔有碎纸需求的人。最后一样是 IKEA 的手机架，名片整盒收在抽屉，临时要拿很不方便，拿几张出来摆在桌上，又容易散得到处都是。这时候手机架就派上用场啦，大小刚好又好拿。以上几样好用的办公室小物就推荐给你们了。原本的台面放满公仔，清空后清爽很多。我们把这个位置规划来放各种工作时需要的文件。收纳文件用的杂志架，建议挑选直立式的款式。比起将文件横着放，直立式摆法不仅更好找，也更省空间。有人算出，把文件立放可以比平放省去74倍的空间。同时，也要注意统一杂志架的规格，有了一致性，感觉就整齐了。资料夹、透明资料袋等备品可以单独放在一个杂志架中，其他文件则建议分为已完成、处理中、一次性文件等3大类。有些文件在当下无法辨别是否需要留下，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这样的情况可以增设一个文件暂存区，专门摆放。另外，有些特别重要的文件可以利用不同颜色的资料夹来做区分，这样一来，就算请同事代为处理公事，也能轻松的辨别。但是别忘了，文件也是需要定期整理的，可以1周1次的频率，或是以杂志架是否被放满为基准，把一些具有时效性的过期文件进行资源回收，可以避免文件一直累积下去，又变回乱糟糟的样子。如果你在办公室的身份是主管，常有需要签核的文件，蛙家建议你另外规划一个区域，让同仁将待签核的文件集中摆放，才不会一早进到办公室就看到满桌凌乱的文件，破坏了一天的美好心情。收纳好杂志架后，左边还有一点空间，我们摆上原本就有的植栽，再摆上一个扩香瓶，空气香香的，工作起来更有精神。一般办公室都会配有这样一个3层斗柜，抽屉柜上方不建议摆放物品，让它保持干净整洁，也能避免东西放着放着就忘记了。第1层，我们收纳常用的文具类备品，以及每天都会冲泡的茶包，利用收纳盒把位置区分好，这样一来就不容易搞混了。第2层拿来收纳偶尔才会用到的东西，以及一些私人物品，例如名片、电池、生理用品等。钢笔、墨水这种久久补充一次的东西也可以放在这层。最下层的空间比较大，可以收纳比较大型的物品，
例如每天上班携带的包包、外套等物品，或是规划成资料归档区，用来收纳比较大量的文件。也可以当成是自己的零食柜使用，把带来的零食集中一区，避免到处乱摆。今天的办公室收纳分为3个区域，每个区域的重点，小编都帮你整理好了，一起看看吧。先来看看桌面区的部分。1、空间规划以人为重心，不是以东西为重心。2、桌面收纳时要记得2-8原则，保留80%的留白，可以让空间看起来更清爽。3、收纳物品时利用垂直收纳的概念，把东西向上延伸，就不会堆得到处都是。4、桌面上摆放的物品尽量简化，只留下最常用的几样就好。5、较常需要拿取的东西摆在惯用手那侧，使用动线流畅，就不会卡手。再来是文件区的重点。1、文件收纳时选用直立式杂志架，可以搭配标签机或标签纸，翻找文件时比较方便。2、杂志架要记得统一规格，物品拥有一致性，看上去就很整齐。3、重要的文件可以用不同颜色的资料夹来做区别，急用时更好找到。4、定期整理文件，适时把具有时效性的文件处理掉，才不会累积太多不必要文件。5、便条纸要定期整理，避免桌面上看起来乱糟糟的，容易分心。最后是抽屉柜整理的注意事项。1、抽屉搭配收纳盒，可以更轻易把东西收整齐。2、第一层放最常使用的东西以及文具备品。3、第二层放偶尔才会用到的东西，例如电池、名片等等。4、第3层可以规划成零食放置区，放置包包、外套等物品，也可以拿来收纳数量较大的文件。整理办公室其实不难，只要掌握几个小原则，并保持良好习惯，你也可以拥有一个让人称羡的办公环境哦。任何疑难杂症，欢迎留言或私讯。追踪 IG 看秘籍，加入社团，还有各种达人帮你。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